嗨哟，我是凉凉。我本来预计至少要在4转前就先拍出1-2部主教系列的影片，没想到完全是进度零呢。为了照顾对4转书记主教充满好奇心的朋友们，我决定就用书记主教插播一下我的可爱小萌新捕师系列。介绍书记主教这个职业之前，一定要先介绍转职任务的吧。我知道大家看到这类任务资讯的影片只想要快速的进行，所以我这边先迅速讲一下整个流程。首先到教堂里面最底部右边的小房间进去，找头上有惊叹号的牧师说话接取任务。接下来会去3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斐洞1楼的左下角找书说话，第2个地方是兽人地下洞库1楼，在中间最上面凸起的地方一样找书说话。第3个地方是古城修道院1楼的右上角靠近找书说话。之后请组1个1人队伍，书为请女士打这层楼30只的怪物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回报任务后开启副本，进去和书讲话就会出现一只血很多攻击它又只有1滴的恶灵。看到恶灵不用害怕，你就一直捶它，最后它自己就会突然死掉了，然后就转职完成咯。有够简单的，请问这次要教个屁啊？那我就一边碎碎念一边跑转职任务咯。首先就是要跟各位宣告一下，之后组队最难争的可能就是书记主教本人了。多出一堆技能要放，重要的 buff 又几乎都是单体，我直接丑哭一波。大招也要消耗大量的 AP 才可以释放，超级无敌麻烦。今天的上课内容就是除了上面的转职任务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技能的粗略解析啦。首先介绍治愈类的技能，有博爱治愈、治愈誓言、圣光治愈这3招。其中博爱治愈和治愈誓言有支援到奉献送增加的补量效果。首先介绍博爱治愈，对我个人来说，它算是小范围的灿烂圣光，强化的高阶治愈术。它是指定单体的范围补血，点满只有7×7的治愈范围。它的恢复增幅量如果点满的话，是治愈术的40%。所以如果这招是新人使用的时机的话，大概就是属于在慌乱之中补不到你想要补的人，只好大家一起治愈的概念。特别的是这一招可以恢复 EAP， 所以如果你下几把乱补，也是可以假装自己其实是在累积 AP 哦，赞赞赞！奉献送有资源增加的补量，但不太建议这样运用，毕竟也是很耗魔。而且以至少以老茶的打手习性而言，还是偏向自己喝水居多。更不用说下面介绍到的治愈誓言可能更适合拿来团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招会额外随着 H+ 再额外增加恢复量，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机会出现特化治愈量的主教出现，但还不确定目前博爱治愈的公式为何，可以期待专家们的实测再来评估，也许有机会可以补一下破100万哦。但我个人比较 prefer 让主教的肉身可以坚挺一点，所以数值上我可能会是点 stamina 还有 wisdom。为了增加 H+ 去点 creative， 我不确定有没有效益在就是了。下一个要介绍的技能是治愈誓言，对我来说它是弱化特别版的进化，移动版的光耀之堂，强化的博爱治愈。它也一样是指定单体的范围补血，但是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是被释放指定的人，周围9×9格内才会补血，所以一般练功，除非主教是把这招丢在你身上，你飞出去打怪的时候可以补血，不然基本上治愈誓言对练功飞打团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因此这招还是无法取代进化的地位，只能继续乖乖放了。所以我会建议主教们优先把这招释放在自己身上，这样集结回来的时候可以帮队友奶个几口，又或者是帮自己释放治愈誓言后，自己出去拖怪集结的时候增加安全性。如果是你已经确认某个队友他真的超容易死掉，那你也可以考虑把这招丢在他身上，增加他的生存率哦。顺带一提，他补血的比例如果是满的话，是目前的血量的10%，且每2秒就会治愈1次。所以假设你刚死回家，治愈誓言的补血量只会是0，它没有办法帮你10%的瞬间补满。所以如果练功时队友快死了，这招是无法立刻江湖救急的哟。刚开放4转的时候，有一小派的说法是说，治愈誓言要放在队伍里面目前血量最多的人身上。但是碍于刚刚介绍的技能特性，请直接忽略这个建议，因为超不实用。除非刚刚血量最多的人就是你自己，又或者是说就是那个很容易死的队友，但基本上这不符合逻辑。请问有人血量很多但又超容易喷血死亡的吗？如果你是的话，那你可能要去做基因检测，因为你的角色可能有血友病哦。治愈誓言还有个特性就是它的独立延迟1分钟，但持续120秒。经过实测后发现，治愈誓言可以释放在辅助角色的身上，形成一个队伍同时有2个人有治愈誓言，
并且可以彼此互相形成范围补血，并不会冲突。但奉献送的部分只有支援自身释放自己的治愈誓言才有效，放在别人身上的治愈誓言是没有支援的哟。且如果在治愈誓言持续生效的情形又盖一个新的，也只会刷新时间，不会同时存在2个治愈范围补血。所以假设治愈誓言 CD 为0，释放12个队友的话，就会形成2秒补12次的壮观补血海哦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补血技能是圣光治愈，它是高级版的尾鱼肚肉，直接恢复所有的血量，就这样而已。点高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技能的冷却时间。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开放类似治愈之戒的装备，让它的 CD 降到0。再来要介绍的技能就是强烈的 buff 技能系列。首先要介绍的是祝福赞歌还有全心奉献，这部分就像是服饰的加加一样，大家若是对新版的数值还不熟悉的话，可以暂时把它们理解成新版数值全能力加持即可。但由于这2招是单体技能，相信大家已经被慈悲跟百合宠坏了，所以这2招的释放也是主教们比较难以接受的部分。新版的数值我可能以后才会介绍。如果你真的是懒惰到爆炸，你可以粗略的把它们区分为：祝福赞歌就是释放给物理职业，全心奉献就是释放给魔法职业，包括自己。不过请各位主教们还是要乖乖的适应一下，最好还是2招都要放哦，因为新版的数值真的很重要。好在这2招也都会各回 EAP， 释放了也不算是浪费时间。我偷偷预言一下，组团后一定会有那种疯狂放自己全心奉献还有祝福赞歌的主教，但是不愿意放在队友身上，纯粹为了刷 AP 用，完全忘记了这招其实是要帮队友 buff 的技能，所以请大家好好加油吧。再来要介绍的技能组是光耀天命、神圣防护还有爆裂圣光。光耀天命和神圣防护这2招很特别，也是这次4转新开放的系统。光耀天命和神圣防护分别无视的是 Magic Resist 总魔法防御和 Resist 总物理防御，有别于赎罪是无视防御，这2招无视的是抗性，而抗性的计算公式是在计算防御之前，所以可以粗略理解成为先依照抗性比例去减伤，减伤过后的伤害才去运算拥有的防御去减伤，所以这个技能的效果优先度会大于赎罪的无视防御。也因为是新系统的关系，目前测试用的珠子并没有内建抗性的存在，所以必须要去打新地图的怪物才会比较有明显的感受。再来就是介绍爆裂圣光，这招也很特别，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增加暴击伤害，而是增加暴击伤害的比例。这听起来好像一样，但本质加成的地方不同，在数值栏中以 C rate 表示。这边就要请大家再回顾一下何谓暴击伤害。暴击伤害是指当你暴击时，伤害会是你没有暴击的 140%， 而这 140% 就是所谓基础暴击伤害。因此我们在称所谓的暴击伤害，实际上是针对这 140% 去做运算。这其中还掺杂着暴击抗性、种族减伤等。但我先列这个简易版的公式让大家熟悉一下。从这个公式就可以得知，若前后 ATK 固定，爆伤卡装趴数就是针对这 140% 这个暴击伤害倍率去做加成。但是 C rate 其实突破 140% 的界限，让公式转换为这样子。所以由此可知 ，C rate 的出现可以和暴击增伤卡装相辅相成，达到更高的伤害。刚刚以上介绍的这几招全部都是单体技能，但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技能开始吃暴击，所以主教们好自为之。更让人堵拦的是这几招都无法累积 AP， 释放的动力直线下滑。请你们默默许愿队友对公式还不熟悉，不知道辅助技能的好处，所以不会跟你们讨要 buff 吧。最后要介绍的技能就是神圣全能，这招大概是目前大家最喜欢的辅助 buff， 也已经被大家炒热很多了。请各位主教为你的手指还有滑鼠默哀，这招就是导致大家过劳死的最大元凶之一。神圣全能需要主教们疯狂释放全心奉献、祝福赞歌、博爱治愈来累积 AP， 放了200次之后，你才可以放1次神圣全能。神圣全能的效果主要是增加 PATK、SMATK 各50点。没概念对不对？帮大家翻译一下 ，PATK 每加1就是最终总物理攻击加1%的意思 ，SMATK 每加1就是最终总魔法攻击加1%的意思。这边的总魔法攻击和总物理攻击，并不是账面上的前后 ATK 或前后 MATK 加1%的意思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去研究一下何谓全段 ATK、MATK 才有办法判断哦。只能先和大家说，这个趴数是有牵涉到我们以往种族、阶级等增伤卡片的相辅相成。不过我们主教只负责可爱还有上 buff 而已，
打手们就自己研究公式吧。也许等我的咒术4转之后，可以考虑拍片讲解一下。回归正题，神圣权的我个人实战后的观察认为，未来的组队应该还是要 fix 一个元素支配者来协助主教累积 AP。而主教由于单体 buff 太多，若要全员都上的话，一定会太浪费时间。毕竟一个队伍12个人，光是一个人要上的单体 buff 就一大堆，更不用说还有洒水，还有赎罪。所以以往主教待在原地等集结的模式会非常的没有效率。我会建议各位主教们尽量开始集结团体加结束后，就让队友飞出去打怪，自己也跟着飞出去，遇到谁就额外上单体的 buff， 顺便偷怪然后集结，这样可能会是比较良好的形式。如果有人比较衰，一直没有遇到你，就请他集结的时候额外跟你说即可，尽量不要在集结的时候才一个一个慢慢 buff， 像打菜阿姨发营养午餐一样，这样就太慢喽。不过因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主教现在加的速度大幅下降，所以目前大家通常还是很喜欢待在原地等主教加就是了。等大家渐渐发现速度真的很慢之后，也许就会直接飞给你追了。我猜之后的打手们最后只需要一般的再加上神圣全能就会飞走了。发现神圣全能真的太香了，其实这样伤害就很足够。但其实自己飞出去个别上 buff， 再加上元素支配给的 AP， 其实可以很轻松的大约2-3个集结就可以使用一次神圣全能。不过就要主教跟元素支配者需要一点暗号或者是默契，告知主教目前还缺多少 AP 再进行转换，效率会比较好。所以我不太建议主教们只待在原地疯狂帮自己 buff 刷 AP， 和队友搭配起来玩起来会比较快乐哦。由于4转才刚开放的关系，很多系统都是新的，这边的介绍也是比较粗略简洁，不一定是最正确的，所以请大家保持批判性思考，也不要太轻信目前看到的资讯。可以趁现在免费洗技能、洗数值的时候自己测试也是很棒的哟。未来还是会有从零开始的小捕师养成系列，也是会和大家分享主教的一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